想到刚刚发生的事和这2个月来对蓝忘机的心思，魏无羡面颊微稍，他的身子往后一倒，顺手拿起一个枕头按在脸上。他呀，江厌离歪过头瞧他，怎么了？怎么提到蓝老师就没声了呢？魏无羡的声音闷闷地从枕头里传出来。哪有啊？江厌离道，哪没有啦？不过呀，我看他对你还真不错，工作上、生活上处处照顾你。哎，前段时间他胳膊骨折了，我瞧着你对人家也挺无微无不至的。说起来，除了阿成，我还没见过你和谁关系这么好呢。魏无羡翻了个身，江城。哼，江城那个混蛋跟蓝湛才不一样呢，蓝湛比他温柔多了。江厌离笑道，阿成那是面上凶，其实心里头最在意你了。魏无羡哼哼唧唧道，我知道，江城这个人从小就是这样，当初嘴上说不欢迎他，可还是把家里的几条狗都送走了，每次都声称要一个人把排骨汤都喝完，最后也都会给自己剩下大半锅。后来虽然揪着自己的领子，说什么再也不愿意管他了，可面对温家的时候还是不遗余力地向着自己。江厌离见他半天没了声音，又道，不过我还从没听说过你对谁评价这么高的，看来你和蓝老师的关系真的很好啊。魏无羡默了默，将脸上的枕头拿了下来，缓缓起身，不是，姐，我觉得吧。江厌离，魏无羡吭吭哈哈地酝酿了半天，才小声道，我觉得吧，我觉得我可能喜欢上了个人。江厌离惊喜道，真的？魏无羡慢慢点点头。江厌离坐得靠近了他些，谁呀？我认识吗？魏无羡轻轻吸了口气，江厌离道，谁？咱们班的女老师吗？魏无羡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才道啊，那个不是个女的。江厌离呆了呆，不是女孩子吗？魏无羡僵硬的又点了点头。江厌离想了想，一下子明白过来，哦，我知道了，你喜欢的人是蓝老师吧？魏无羡垂手，从鼻腔里哼出一个单音节，江厌离突然笑了，哈哈，没想到我们阿羡把一颗心交到蓝老师那儿去了。魏无羡，姐，你就一点儿也不惊讶吗？江厌离笑意吟吟道，为什么要惊讶呀？平常看你们2个之间相处的感觉就和普通朋友有些不同，还一直以为是我想太多呢。原来还真是阿羡偷偷动了心呢。魏无羡一向脸皮颇厚，可这下却被江厌离说的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他不自在地轻咳一声，姐。江厌离轻笑一会儿，随即正色道，那蓝老师呢？他对你什么意思？魏无羡的嘴角登时塌了塌，不知道，应该没什么意思吧。江厌离一道，不应该呀，你没问过他吗？魏无羡道，我哪敢问他，藏着掖着都来不及。江厌离道，怎么能藏着掖着呢？虽说我跟蓝老师也不熟吧，但好歹也是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待了3、4年的。以前我见他可都是对人拒之千里，性子冷的连老师们都不敢轻易去搭话。可是你就不一样，我觉得他对你跟对别人是不同的。魏无羡道，那是因为我俩是高中同学，混熟了。再说他对我不也是冷冷淡淡的吗？能跟我多说上2句话，完全是我一直在撩拨他，不然他才不会来理我。江厌离道，阿羡不要这么没有信心嘛。蓝老师他看你的眼神有时都不太一样，说不定对你有那么点意思呢。魏无羡抿抿唇，沉默不语。江厌离正想再说些什么，门却砰的一声被推开了。江城边走进来边骂道，魏无羡，老子在外头被压着相亲，你却在这儿缠着姐姐躲清闲，要不要点脸？魏无羡懒懒地躺了下去，哎呀，我当然清闲了，我不像你那么直男，相过的姑娘全都连微信也不愿意留，你哥哥我可是能俘获千万少女的芳心纵火犯。江城冷笑一声，一把扑上去掐住魏无羡的脖子，去你妈的，纵火犯是吧？老子今天就掐死你，为民除害！魏无羡弯着眼睛大声喊叫，姐，救命啊，谋杀了！江厌离看着2个闹成一团的人，摇摇头，笑了。这天晚自习后，魏无羡收拾好东西走下教学楼，一打眼便看见蓝忘机的车缓缓驶进校门。正是放学的时候，学生们熙熙攘攘地挤在校园内的大路上，车辆根本无法通行。魏无羡见那辆白的在夜色里发亮的车停到了距校门口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挑了挑眉，
越过人群快步朝他走去。魏无羡正准备伸出手去敲敲车窗，便听见一声车门开锁的声音。他了然，收回手绕至另一边，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了进去。巧啊，蓝湛，大晚上的干嘛去了？怎么这会儿才回来？他问。蓝忘机回答：超市。魏无羡一道：超市？你去那儿干嘛？你也囤零食吗？蓝忘机：不是。魏无羡道：那你去超市干什么？蓝忘机道：买些食材。啊！魏无羡扭过头去看了看车后座，见上面竟然放了满满2个大购物袋。车内光线昏暗，他看不清里面到底是什么。不是，咱天天都在教室食堂里吃，你买这么多东西有什么用啊？蓝忘机淡淡的看他一眼，没有说话。魏无羡继续道：难道你还在宿舍里做东西吃吗？哦，我知道了，你不会是等晚上饿了要自己做宵夜吃吧？哈哈哈！魏无羡脑补着蓝忘机半夜3更被饿醒起来煮东西的样子，忍不住笑出了声。笑着笑着，他不经意间转过头，看到蓝忘机浅淡的眸子，突然想起了什么。等等，宵夜，宵夜。魏无羡皱皱眉，一个猜测在脑中慢慢冒出来。他停住了笑。路上的学生渐渐少了。蓝忘机发动了车，在2排高树中间缓缓驶回宿舍。道路两旁的路灯散发出幽白的光，透进车窗，映得车内忽明忽暗。魏无羡张嘴，组织了一下语言，扭头望向蓝忘机：蓝湛。蓝忘机。魏无羡默了默，过了一会儿才低声道：谢谢你。谢什么？2个人都心知肚明。每天早晨变着花样的早饭，某个拖延的临时会议结束后，热腾腾的一碗皮蛋瘦肉粥。在今天以前，魏无羡一直以为那些不过是蓝忘机在校外随手买来的。车窗外的灯光打在蓝忘机清冷立体的仿佛被雕琢过的侧脸上，为他镀了一层漂亮耀眼的光。魏无羡看不清他面上的神色，只听到对方沉沉的一句：不必。魏无羡转回头，他突然想起那天晚上江厌离对自己说的：我觉得他对你跟对别人是不同的。的确不同，但是魏无羡有些不敢确定，自己所受到的与众不同的对待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是不是自己所希望的那种原因？正暗自默默想着，一阵突兀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魏无羡回神，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串陌生的号码。他眉心微皱，按下接听键：喂，你好。